在刚进入投资的世界里，许多人常常会问，我应该怎么投入资金比较好？常见的方式有定期定额、定期不定额以及分批单笔投入。那么该选择哪种的效益最大？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这3种常见的投资方式，并且会在影片中以台股大盘报酬指数近20年的数据来举例其投资绩效的差异。1. 定期定额。定期定额的概念很简单，就是固定时间、固定金额投入到投资标的，不论市场涨跌都坚持买进。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平均成本。当市场下跌时，你用相同的金额能买到更多单位；当市场上涨时，虽然买到的单位变少，但使得长期下来，总扣款金额除以总单位数，得出的平均成本会低于市场最高点的价格。这就是所谓成本平滑的效果，长期下来也能减少追高杀低的情绪干扰。简单来说，定期定额适合想降低风险、分散进场时间点的投资人，特别是对市场波动感到焦虑，也没有太多时间注意市场动态的人。2. 定期不定额。定期不定额顾名思义，仍然是定期投入，但每次的金额会依照市场状况做调整。例如，当市场下跌时，你投入较多金额；当市场上涨时，则减少投入金额。这样的策略试图结合低买多、高买少的原则。常见的做法包括设定估值区间或技术指标，像是本益比 P ratio、KD 值或均线讯号等。当市场明显偏低时加码，偏高时保守。它的好处是能够提高报酬的潜力，比起死板的定期定额，更能抓住便宜时多买的机会。但它的挑战在于投资人必须有一定的判断力以及遵守纪律，在市场下跌时，依照策略勇敢加大投入金额。这种方式在心理层面上也比较具有考验，因为当市场连续暴跌时要敢加码，这往往违反人性。所以定期不定额适合有投资经验、愿意花时间研究市场、遵守纪律又能理性面对波动的投资人。3. 分批单笔投入。最后我来看看分批单笔投入，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。当你手上累积一笔闲置资金，就一次全数投入。许多研究显示，在长期趋势向上的市场中，单笔投入往往能得到比分批投入更高的报酬。因为市场长期来看，上涨的时间通常比下跌的时间多，越早进场，就越早让资金享受复利的威力。但这也是最容易让人短期较有压力的方式。如果你刚好进场大笔资金，则遇到连续性的下跌，账面亏损可能会让人难以承受。因此，单笔投入的关键在于，你是否能承受中短期的波动，并且确信自己投资的是长期具备成长价值的资产。那到底这3种方式该怎么选呢？我们可以先从3个面向来思考。1. 资金性质。如果是一次性收入，例如年终奖金、卖房资金，但又怕风险太高，可以分拆成几笔分批单笔投入。若是稳定薪水的一部分，就适合定期定额。2. 个人风险承受度。不喜欢波动，怕亏钱就用定期定额。能够接受波动，并具备市场判断力，可以尝试定期不定额。而对市场长期成长有信心、心理素质强的投资人，可以考虑单笔投入。3. 市场状况。如果市场刚经历大跌，估值偏低，单笔投入的胜率会较高。若市场处于历史高档区间徘徊，分批投入则更安全。以下是台股加权报酬指数模拟以3种方式定投指数型 ETF 的绩效。加权报酬指数是台股大盘含息的参考数据，在证交所网站都可以查询得到。我截取从2005年至今年11月初近20年的数据，来举例3种方式的投资绩效。从投资报酬率来看，
虽然单笔投入的报酬率最高，但困难的是，我们实际上并无法像范例这样，每次都准确投在最低点。比较真实的情况多半是，在我们投入整笔资金之后，才继续下跌了一段，又或是市场持续了几年的多头，迟迟没有投入，或急跌时投得太慢，不敢投等，而错失时间复利。实际操作可利用估值指标，尽量投在大盘本益比相对低点或景气低迷期间。如果有遇到短期恐慌性大跌，使 KD 或均线指标大幅乖离的时候，也可把握机会投入。虽然不一定都会是最低点，但大多已避开了高档区间，长期下来报酬也会不错。按照过往资料来看，这次范例平均每3到4年左右会遇到一次整笔投入的机会，偶有突发性下杀，例如2020年疫情，才有临时缩短投放时间。这个方法需要有比较稳定的情绪调试、耐心以及估值衡量能力。只要有出现适当的低位阶或乖离幅度，就勇敢出手，不要一昧的想等待最低点，这样只会错失投资机会。而定期定额与定期不定额之间的绩效，则是定期不定额偏高，但定期不定额则较考验人性与执行力。因为在2008年金融海啸那一段连续性下跌的时期，需要连续加码。当先前在上涨月份所累积的资金都加码投完之后，则可能需要另外开启其他资金杠杆，例如股票质押或不动产增贷等，或是购买正二类型的杠杆商品。这种在市场下跌过程越跌越满，甚至可能需要开启杠杆抄底，需具备一定的市场认知与纪律。这就如同巴菲特所说过，重大机遇并不常见，当下起黄金雨时，要拿出水桶来接，而不是顶针。但如此越跌越贪婪的操作是反人性的，当下真正敢如此执行的人终究还是少数。然而定期定额的心理压力及操作难度则会容易许多。只要投资人有持续性的工作收入，规划一笔定期投入的固定金额即可，长期下来也有不错的回报。另外，我额外放了一个在初期就全额投入的对照组，虽然这与今天影片所讨论分批投入的主题不同，但主要是想给大家了解时间复利的威力。在相同投资总金额，但投入时间越早，则结果会有巨大差异。所以投入方法并不是关键，重点是资金投入市场的时间长度。越早投入的资金将会受到时间复利放大，越晚期投入的资金，其影响力则相对较小。如果你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，那么你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并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学习金融知识，减少负债，降低消费，回避无效社交，甚至多兼几份工作来增加收入。趁着时间还站在你这一边，尽快累积前期资金，让这些早期资金透过时间来放大你未来的投资绩效，成为你以后的保护伞，以及实现时间自由的底气。这正是延迟满足的真谛。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，别等到中年以后才回头发现，因为自己年轻时不节制的消费习惯，不但账户存款已所剩无几，时间也不再回头。所以投资没有绝对最好的方法，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然后尽早开始学习及参与才是重点。影片的最后，我们回到片头的那句话：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，懂的人从中获利，不懂的人为它付出代价。正因人生时间宝贵，当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时间也正悄悄带走一切。因为多数人经常会忽略了，物价通膨本身也是一种反向复利，它正不断侵蚀没有受到资产所保护的资金。定期定额教会我们稳定，定期不定额强调纪律，单笔投入考验的是信念。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方式，或是互相搭配，例如薪资与兼差收入采用定期定额，年终及业绩奖金则以单笔投入，或作为市场大跌时的加码资金。方法是活的，
只要调整出一套自己能够持之以恒的投资方式。最重要是了解自己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而投，并且愿意长期坚持。市场短期永远充满噪音，但时间总会站在有耐心的人这一边。投资最重要，并不在关注市场波动，而是专注在你自己的时间与信念。希望今天所分享内容能帮助大家了解3种投资方式的差异，进一步找到适合自己风险偏好与财务目标的策略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。未来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相关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在理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、更稳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